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上期我们看过了10大最强的马桶人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联盟里面10大最强的独立武器。这里有说联盟是监控人、音箱人和电视人这3大阵营，可是他们的名字太长了，所以以后我就直接叫他们联盟，因为外国人也是称他们 The Alliance。这10个最强的独立武器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，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，也请记得要留言讨论哦。开始前，请大家帮忙点赞，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。也请大家务必要看到最后哦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10名是反寄生激光枪。反寄生激光枪是监控阵营里面的第一个反寄生武器，它在第35集第一次出现，由一群科学家监控人所创造。它的出现也是因为马桶博士成功研发了寄生马桶人。从第30集开始，寄生马桶人就寄生了大量的监控人和音箱人，而且泰坦音箱人也在第32集不幸的被寄生了。联盟在第34集成功捉到了一只寄生马桶人，相信之后交给了科学家监控人进行研究，而在第35集创造了第一把反寄生激光枪。反寄生激光枪能麻痹或杀死寄生马桶人，而且激光的攻击是 AOE， 一条激光就能同时把3只寄生马桶人给击倒。这对满街都是寄生马桶人的城市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。不过它的弱点是激光对普通马桶人起不了作用，而且它也只能对付小型的寄生马桶人。像寄生在泰坦音箱人这样的大型寄生马桶人，这把武器基本上就废了，所以它也只能排在第10名。第9名是麻痹激光枪。麻痹激光枪是监控人比较后期的发明，第一次出现在第53集。这把枪应该是根据反寄生激光枪的基础原理加以改造而创造出来的。第53集的片尾可以见到每个监控人的手上都有这把武器，而在第54集，监控人也第一次向马桶人使用了这把武器。和反寄生激光不同，麻痹激光枪能够麻痹普通马桶人，而且威力也不输给电视人的催眠术。被麻痹后的马桶人都会动弹不得，或直接失控。不过麻痹激光枪的弱点还蛮多，它一条激光只能对付一个目标，不像反寄生激光有 AOE 攻击，而且它只能对有肉身和有意识的马桶人有效果。像第55集的骷髅马桶人，监控人发射了10几条激光，对他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。比较大型的马桶人，麻痹激光枪也对付不了。说到来，这把武器还是比较适合对付普通的中小型马桶人。第8名是防空激光炮塔。防空激光炮塔也是监控人的发明，它只出现在第50集。当时马桶大军正在准备攻打监控人的基地，防空激光炮塔除了攻击力高，防御值也蛮高的。它的激光把武装飞行马桶人打下来的时候，可以见到飞行马桶人右边的火箭炮直接被打爆了，而且螺旋桨也掉了下来。要知道此等威力的攻击非常少见。第33集，泰坦音箱人攻击直升机音箱。第55集，UFO 马桶人攻击直升机监控，他们也只是把螺旋桨给打断了。由此可见，防空激光炮塔的攻击力是可以媲美 UFO 马桶人和泰坦音箱人的。虽然最后飞行马桶人把它给炸毁了，不过它被摧毁后的状态还很良好，可能只是线路被炸毁不能发射而已，防御值还是蛮高的。它唯一的弱点就是只能固定在塔上，无法移动。如果它能够拆卸下来，变成巨大音箱人或巨大电视人的武器，相信它能排进前5名。第7名是监控人机甲。监控人机甲目前只出现在第54集，它是由监控人阵营发明的机械动力装甲，装甲也需要人为驾驶。机甲的驾驶者猜测是第48集被电锯马桶人砍断身体的视角主角，他也是一名科学家监控人。机甲目前的能力还没被展现出来，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从右上手臂发射的麻痹飞镖制服了故障马桶人。这个机甲拥有4条手臂，这只手臂就是用来发射麻痹飞镖的，这只应该是反寄生激光枪。而下面的2只手臂目前不确定它们的功能。机甲看起来攻击和机动性都不错，不过驾驶员的身体是暴露在外面，没有受到保护。要是遇到像武装马桶人这样的敌人，恐怕很难招架得住。由于还没有实战表现，所以我就暂时让它排在第7名。第6名是卫星激光武器。卫星激光武器只出现在第17集，也就是马桶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。虽然它的攻击似乎对马桶人没有造成伤害，不过基于作者早期的马桶人作品都属于比较搞笑的创作风格，所以我依旧将它列为联盟10大最强的武器之一。卫星激光武器是人为控制，这个武器可怕的地方
是它能够漂浮在天上，只要确定攻击目标，它就能移动到目标上方进行攻击，而且它的攻击是大范围的 AOE， 可以看到它的激光是击中了地面，然后大范围爆炸。虽然马桶人看起来没事，不过仔细看的话，还是有小马桶人被炸死了。如果接下来这武器还出现的话，我希望作者把激光威力提高，至少也要把蜘蛛马桶人给炸死嘛，这样就能挤进前3名了。第5名是泰坦监视人的音箱。泰坦监视人的音箱是由2个低音喇叭和一个大音箱组成的。那2个低音喇叭的造型，也就是印象人里的3角低音喇叭。我们在第25集有见过它的战斗力，它的音波攻击可以说是印象人阵营里面最强的。它一个音波能直接把大小马桶人震到起飞爆炸，就连汽车也遭殃了，可见它的威力之大。泰坦监视人身上有2个低音喇叭，还有一个大音箱，加上它的 THX 攻击，在第44集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它对武装马桶人能够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。音波可是直接把武装马桶人的防护眼罩给震破了。第46集的时候，它更是把巨型吸尘器马桶人给震退了。可惜的是，泰坦监视人似乎没有把这些音箱真正的实力给发挥出来，通常是需要配合 THX 才有惊人的攻击力。在第47集的时候，音箱还被打掉了，目前已经安装在了马桶博士的身上。接下来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见到博士使用音箱来攻击联盟的成员。第4名是泰坦的粒子炮。拥有粒子炮的泰坦是泰坦监控人和泰坦音箱人，而泰坦监控人的粒子炮已经被骷髅马桶人的硫酸给破坏了，所以目前只有泰坦音箱人有粒子炮。粒子炮并不是泰坦本身独有的能力，所以我把它算作一个独立武器。粒子炮的威力巨大，冷却的时间也很快，除了遇到比较难缠的马桶人，基本上都可以一击必杀。第55集，泰坦监控人只发射了1发粒子炮，就把骷髅马桶人给干掉了。第57集，泰坦音箱人用粒子炮把受伤后的泰坦监控人给击退。第58集的时候，他1080度击杀10几个飞行马桶人的经典画面，也是使用了粒子炮。粒子炮的战绩还有很多很多，不过相对于接下来的前3名，他还是逊色了点。第3名是无双战神的揣子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一定有100个问号，为什么揣子可以进入前3名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揣子，而且它的未来潜力可以强到逆天呢？这一把揣子第一次出现在第39集，它也在第43集正式成为无双战神的武器。第48集的时候，无双战神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第2把揣子，也可能是联盟帮他制造了一把。这2把揣子杀敌无数。第55集的时候，就可以见到无双战神一个人站在一群马桶残骸之间，证明了他使用了2把揣子就把马桶大军给灭了。当然，这把揣子最厉害的地方是在第57集无双战神牺牲前，他丢了1把揣子吸到了泰坦音箱人的音箱上。之后的这段时间，泰坦音箱人和泰坦监控人还有战斗，甚至还重重的被摔在了地上。不过当他被解除寄生后，可以看到这把揣子还牢牢的吸在他的音箱上，而且一点损坏的痕迹都没有，可见他除了坦度高，吸力也很强。如果后期无双战神复活，他的揣子也一定被14级加强。可以想象，他使用超合金打造，能够像雷神之锤一样发射闪电，到时就算 G-Man 也很难赢得了他吧。不过就算这把揣子没有被加强，我还是会给他排名第3，因为他和他的主人一样，是最勇敢的武器。第2名是反击神大坦克，能令整个马桶阵营都闻风丧胆的，也莫过于是反击神大坦克了。他第一次出现在第53集，坦克的体型巨大，外观看起来非常的霸气，有2名科学家监控人为操控。反击神大坦克应该是根据反击神小坦克的基础创造出来的。反击神小坦克的威力比反击神激光枪还要大，攻击范围也是 AOE。第38集的时候，他差点拯救了泰坦音箱人，虽然不知道打中后的效果会怎样。而反击神大坦克的出现，能让马桶阵营乱了阵脚，还出动了 UFO 马桶人。我猜测他不仅有反击神能力，而且还能大范围的麻痹马桶人，要不然马桶阵营也不会派出不能被麻痹的骷髅马桶人来破坏他的。可惜的是，反击神大坦克到最后都没能发射激光，所以他的攻击力到现在也成了一个谜。不过联盟都把他看得如此重要，
所以我也让它排在了第2名。最后，你们认为第1名是什么武器呢？我认为第1名是泰坦监控人的无敌战锤。这把战锤的蓝图出现在第23集科学家监控人的屏幕上，而到了第50集，它才第一次出现。这把战锤是由超合金打造，而且它还有个推进器，它的威力有多强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第50集的时候，它一锤就把双刀马桶人砸得粉碎。57集打 G-Man 的时候，一锤下去 ，G-Man 也直接毁容。很多时候，泰坦监控人都把战锤收在背上，因为他知道战锤的破坏力太大，对付多数的马桶人都是大材小用。他和寄生泰坦音箱人对打的时候，也是没有使用战锤，毕竟一锤打下去的话，泰坦音箱人可能要修复个30集才能再出现了。所以我认为泰坦监控人的战锤是马桶宇宙里面最强的独立武器。当然，联盟里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武器，例如泰坦监控人的磁力枪、焚烧炮、女电视人的飞头术、泰坦音箱人的音波攻击等等。不过这些都不能算是独立武器，只能算是他们本身独有的能力，所以不能入榜。所以你们认为联盟里面最强的10大独立武器是哪些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最后也请大家帮忙点赞，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。好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